Hello，大家好。加拿大央行现在越来越担心负债累累的家庭处理债务的能力，因为他们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房主依赖信用卡来支付月供还款。央行在今天公布的金融体系年度评估报告中称，家庭财务压力的早期迹象正在显现，很多家庭的财务灵活性降低。为了减轻月供还款压力，最近的购房者正在延长他们的抵押贷款摊销期限。摊销期限超过25年的新抵押贷款的比例从去年的41%上升至46%。央行认为这并不是永久性的，而是房主为应对还款压力而采取的一项短期措施。而且较长的抵押贷款摊销期限增加了家庭的财务风险。2022年还本付息率超过25%的借款人比例增长了1倍以上，达到29%。也就是29%的借款人把超过1/4的收入用于还本付息。较高的还本付息率降低了借款人的财务灵活性，因为这导致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减少。自去年年初以来，房价已经下跌了大约14%。加拿大家庭是全球负债最多的国家之一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数据，加拿大家庭是7国集团中债务最高的。2022年家庭债务高达可支配收入的187%。很多经济学家预计，加拿大经济对加息的反应更加敏感，反应速度也将比其他国家更快。对家庭债务担忧加剧，加大了加拿大央行的压力。央行指出，随着抵押贷款的续期，预计未来几年将会有更多的家庭面临财务压力。房价下跌也降低了房主的资产净值。一些财务压力的迹象也开始出现，尤其是在最近的购房者中。自2022年年中以来，拖欠贷款超过60天的负债家庭比例一直在增长。现在越来越多的购房者更加依赖信用卡，他们持有未偿债务余额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峰值。在2020至2022年期间买房并有抵押贷款的家庭，他们的信用卡债务比2017年至2019年期间买房并有抵押贷款的家庭高出了17%。信用卡欠款也在上升，现在已经接近疫情前的水平。与2022年2月相比，约有1/3的抵押贷款付款有所增加。到2026年底，几乎所有抵押贷款持有人的还款都将增加。如果抵押贷款利率变化与当前的市场预期一致，那么2023年至2026年期间，贷款成本中位数增幅将达到20%至25%。固定还款额的贷款成本将增加40%。浮动利率持有人在过去1年中已经看到他们的付款成本增加了50%。尽管美国银行业危机对加拿大的影响有限，但加拿大银行的融资成本正在上升，这最终将导致消费者利率上升。加拿大央行表示，如果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，加拿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可能面临信贷和融资渠道的压力。失业率高企和房价大幅下跌可能会导致资产质量恶化，银行信贷损失增加。由于融资成本上升，银行可能会减少对家庭和企业的信贷供应，以及对非银行机构的流动性供应。加拿大央行下一次利率决定将于6月7日做出。为了给房产市场春季旺季留出空间，央行已经连续2次议息会议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.5%不变。4月份通胀再次加剧，通胀率于去年同比上升至4.4%，这是自2022年6月以来的首次加速。加拿大统计局表示，价格上涨是由汽油价格、租金、抵押贷款成本上涨推动的。过去央行最担心的是工资和通胀螺旋式上升，现在又进入了另一个死循环。加息导致租金和抵押贷款成本上涨，租金和抵押贷款成本上涨，反过来又推高通胀，迫使央行需要继续加息。现在通胀率居高不下，劳动力市场仍然火爆，加拿大央行很可能会在6月7日被迫再次加息。枫叶银行经济学家德里克·霍尔特表示，央行正在与高通胀争分夺秒。他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说，如果加拿大央行不采取压垮他的杀手心态，那么可能永远无法将通胀降至2%。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我们正在经历向更高利率的过渡，
利率将高于人们习惯的利率，在过渡过程中存在一些风险，我们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保持警惕。未来银行业流动性收紧是加拿大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，尤其是在融资成本增加的情况下，如果经济衰退发生，势必给房产市场带来沉重的打击。因此，现在谈房产市场调整结束还为时过早，真正的房产市场调整甚至还未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